你曾经遇过这样的状况吗？在放学或是下班之后，本来很期待要打电动，但是打开电脑或手机，就突然觉得提不起劲，自己玩不如看别人玩。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那你可能是电子阳痿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电子阳痿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玩游戏是很多人每天必做的放松跟娱乐活动，但最近几年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玩游戏的时候，发现自己越来越难集中精神专注的玩，甚至明明花钱买的游戏，却反而感觉很焦虑，完全没动力打开。这个被称作是电子阳痿的状况，最近几年讨论度越来越高，就连我们团队很多的企划自己也都有类似的感觉。下班后，与其自己去打 PVP 看别人玩好像还比较快乐。不是很爱打电动吗？变成这个样子是不是生病了？关于这类的问题，我们搜寻了一圈之后发现无论是医学或是心理学，目前好像都还没有相关的学术研究。今天的主题是我们会员投票选出的题目，那我们主要会搜集整理网友们的讨论，一起试着来聊聊电子阳痿到底是什么？它是一种病吗？这现象是怎么来的？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重回快乐玩游戏的怀抱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对艺术感兴趣，但又觉得很难入门吗？让这本艺术醒世耀眼帮你轻松步入艺术的世界。文化部的艺术银行收藏了超过3000件的艺术作品，并提供艺术品租赁、无料授权、艺术品修复、展览策划等等专业服务，让艺术成为大家生活的一部分。最近他们推出这本艺术醒世耀眼，公开超过10年的经验，跟知名的艺术家黄海星合作，用幽默的插画和最简单的语言，让你快速认识艺术是什么。艺术品怎么样欣赏跟展示，还有艺术保存维护等等的内行知识。而且这本书采用宗教善书还有瑞士装订法的特殊装帧设计，光书本身就很有收藏价值。想了解艺术的你，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让本书下凡为你指点迷津哦。从网络上面的讨论来看电子阳痿描述的状况很多样，但大致上都是一种有想要玩游戏的意愿，但是很难有动力持续玩下去的状况。比如说有些人明明买了自己很有兴趣的新游戏，但当下载完安装完之后呢，就感觉失去了想玩的兴趣，甚至连打开的动力都没有。有人提到说，自己以前可能一坐下来就能够连玩好几个小时，现在却变成几分钟就感觉好无聊，或是感觉注意力很难集中。而面对琳琅满目的游戏选择，有的时候反而很焦虑，不知道该选哪一款游戏来玩。有人因为不想要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在玩游戏，所以最后干脆看直播主玩就好，这样子呢就不用自己动手操作。从 Google 的搜寻结果来看早在2015年和2017年，网络上面就有人在讨论这个现象了。只不过似乎到了2021年才开始有人用电子阳痿这个名称。有趣的是，我们查到在英语世界当中，类似的现象则是被称作为游戏倦怠 （gaming burnout）。那有些人觉得这两个词可以交替使用，但也有一些人觉得电子阳痿跟游戏倦怠不太一样。觉得两个词汇不同的人呢，是认为电子阳痿指的是对所有游戏无论新旧都没有兴趣的状态，而游戏倦怠只是厌倦某个特定的游戏，只要休息一下子或者选择不同类型的游戏，就有机会重新的感受到乐趣。因为目前学术研究上面呢，定义似乎还不太明确，所以接下来我们的讨论呢，就会先采用对所有游戏都不感兴趣的状态来讨论电子阳痿。那么下一个问题呢，大家可能就会浮现的是，不过就是一个不想玩游戏而已，真的有那么严重吗？电子阳痿的现象其实不只是会让人对游戏无感，从网络上面大家的讨论可以发现，有这些现象的人似乎也同时会影响到心理健康。例如一个本来很爱玩游戏的人，他会因为不玩游戏了，一瞬间失去许多玩游戏的正面效益，像是失去社交，失去许多生活当中满足感和成就感的来源，或者失去一个原本很重要的放松身心的活动。而且当找不到能够替代的娱乐时，还会让人产生强烈的空虚感，就让很多人觉得生活失去重心，甚至呢导致一些负面的情绪产生。比方说，有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自己应该要能够从游戏当中获得快乐，可实际上他却怎么样都感觉不到享受。这样子的矛盾感呢，会让人越来越焦虑，不仅无法抒压，反而会让心情变得更糟。很多人以为这种空虚跟焦虑感只有自己遇到而已，但随着讨论越来越多，有不少人渐渐发现，原来不是只有我这样。电子阳痿到底有多盛行？谁比较容易遇到这种状况呢？
实际上，目前电子阳痿并没有被认定是心理疾病，也因此查不太到相关的研究还有统计的数据。但是不止台湾包含了中国、美国和日本论坛上面都可以发现，最近1到2年呢，有越来越多的玩家在讨论电子阳痿的主题，媒体的报道和讨论度也持续的在增加。那么也发现似乎20岁的后期到了30岁的初期的这段时间，可能是电子阳痿的好发期。有很多人提到自己在出社会之后的几年内，发现自己渐渐的对游戏失去兴趣。他们怀念还在念书的时候，自己能够全心的投入游戏，感受到极大乐趣。但现在却很难再有这样子的体验，找不回当时那种对于游戏的热情跟满足。此外，大多数提到电子阳痿的网友，平常似乎玩的游戏主要都是比较需要花时间玩的游戏大作。虽然有一些人提到自己对于手游阳痿，但比例相对比较低。那既然电子阳痿变得越来越常见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这种现象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会有这样子的困扰呢？很多的网友认为电子阳痿大量出现跟现在的游戏设计改变有很大的关系。为了让玩家花更多的时间在自己的游戏上面，现在很多的游戏公司会设计复杂的游戏机制跟奖励系统，让玩家不停的完成各种任务，投入大量的时间还有精力。而这样子的设计呢，虽然可以让人感到成就感但也很容易让人会有作业感，久而久之，玩家就很容易疲倦跟厌烦。此外，也有人认为游戏内容同质化、换皮游戏充斥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许多游戏公司为了要降低制作成本，会选择复制已经成功的游戏玩法，单纯的改变故事、人物外形、故事情节等等元素，本质上玩法没有太大的差异，缺乏新鲜感，也容易让玩家感到无聊，自然也就失去了投入的动力。而另外也有很多人提到是现代社会娱乐选项多元，每天从手机电脑上面也都接收了大量的讯息，无论是网络上面的新闻、社交媒体，还是不同的娱乐影音的这种娱乐平台，都在刺激我们的大脑，这很容易让我们的大脑认知负荷太高，长时间处在过度运转状态，会让人感觉非常的疲劳。而玩游戏也是一种刺激感官、刺激大脑多巴胺分泌的活动，所以对玩家来说，如果他的大脑本来就已经濒临过载，非常疲倦，可能就更无法再提起劲来玩游戏。而基于同样的因素，也有许多人提到电子阳痿的现象可能也跟身心健康还有个人生活形态的变化有关。首先，有很多人提到自己因为出社会之后经济能力提升，有钱可以买更多的游戏，随着游戏经验越来越丰富，新鲜感反而越来越难出现，这也就让玩游戏的吸引力变弱了。第二个常常被提到的，则是大家发现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机能开始变化，像是体力还有专注力可能不像以前那么丰沛，已经没有办法长时间的连续玩好几个小时，或是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专心，那样子全身心的都投入游戏当中，很容易累。生活形态的改变也是很大的因素，随着工作还有家庭责任增加，很多人已经无法像学生时代那样子拥有大把的时间来玩游戏。那对于20岁后期到30岁初期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可能正从学生转换身份进入职场，有些人可能也会进入婚姻或者生小孩，生活的变动很大，越来越忙，责任也越来越多，这些除了会压缩到能玩游戏的时间，心情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尤其有些游戏呢，就是需要大家花很多的时间，有的游戏是竞争激烈，需要高度的技巧。那对于心理健康状态不佳的人来说，我平常生活就已经遇到很多挫折了，现在没有动力再打开游戏去被虐。而当长时间的游戏可能不再是抒压的方式时，他们可能就会转而寻求其他感觉更轻松的娱乐方式，比如追剧。所以总结来说，外在环境跟个人身心状态可能都是影响一个人会不会遇到电子阳痿的因素。那话说回来，虽然我们目前呢对于电子阳痿的成因还不是100%的确定，也似乎没有查到电子阳痿被归类为疾病的说法，但这个现象确实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因此很多人会问，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去改善它吗？如果需要，又该怎么做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找到2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呢，对游戏失去兴趣其实本来就是成长过程当中必经的历程。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生活重心、兴趣还有关注的事情本来就会改变，可能你只是进入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游戏不再是你的主要娱乐方式而已，而这不一定是一件坏事。不过也有人认为电子阳痿可能是某些更深层的问题的警讯。比如说，你可能反映出了你在现实生活当中面临了过多的压力或疲劳，甚至可能已经有职业倦怠或者是其他的心理疾病，进而影响了对游戏的热情。如果忽视这些讯号，可能会让问题进一步的恶化。那从这个角度出发的网友们呢，也提供了几个可以试试看的建议。首先，我可以尝试改变游戏类型，确认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对所有的游戏都没有兴趣，还是只是喜好变了。
再来，试着在玩的时候呢，可以专注在游戏过程的体验，不要过度的追求成就，这样可以避免压力跟焦虑。如果感觉到压力太大暂时停下来，换去做其他的娱乐也是不错的选择。另外，也建议回顾自己近期的生活，自己是不是压力太大，或是过于疲劳了。保持良好的身心状况，还有习惯，像充足的睡眠均衡饮食，还有规律运动，都会对个人的身心健康呢，还有个人的生活品质有帮助。那最后试了很多方法，感觉真的对游戏没兴趣了，其实也不用觉得挫折。或许就像一些朋友说的，也可以考虑培养其他的兴趣，重新找到生活当中的新的兴趣还有动力哦。在进入观点以前，我想要先特别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哦，有了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而且今天这支影片的主题就是会员投票选出来的哦。所以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或是有特别想要讨论的议题，都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每个月跟大家一起讨论，挑选有兴趣的主题。好的，那话说回来，我们团队很多人呢都有从玩游戏当中获得乐趣跟满足的经验。游戏甚至不只是娱乐而已它还是忙碌生活当中的支柱跟辅幕，让我们能够找到稍微喘息的机会，放松身心的方式。或是对于很多人来说，玩游戏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了他非常习惯的生活仪式。所以当他有一天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再从这个地方获得快乐的时候，一定会很难过很失落。而面对这样的状况呢，有的人可能会不敢面对，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是不愿意接受这样子的改变，所以就开始尝试很多不同的游戏，甚至呢继续逼自己去尝试已经没有那么快乐的游戏，导致整个人越来越不开心。之前我们在多巴胺排毒和人为什么会无聊的这个影片当中有稍微的聊到，当我们不断的追求更多更爽的多巴胺刺激时，我们会对娱乐的声光刺激越来越无感，刺激的强度跟剂量也会需要越来越大，才能够感受到相同的快乐。所以某种程度上面来说，我们觉得电子阳痿其实好像也算是一种倦怠，就像是职业倦怠。这现象背后所反映的，除了游戏或工作本身的问题之外，也可能是我们的身心健康已经出了问题。那当然，这种状态对于每个人的困扰程度并不会完全一样，有人一下就能够调试过来但也有人会变成恶性循环。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有类似的困扰，而且真的不快乐，我们非常的建议你去咨询身心科的医师或者是心理师，让专业的人士帮助你找到解决的方法。那结束之前呢，还是想要再提一下，电子阳痿毕竟还是一个很新的词汇，可能也有我们没有注意到的资讯，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如果你有看到不一样的内容，或是觉得可以补充资讯，都欢迎在留言区帮忙补充分享哦。那今天的影片的最后，我们想问大家，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呢对于你很爱的游戏都提不起兴趣了，你会怎么做呢？ A 放下游戏去找其他会让自己开心放松的事情做， B 再去玩玩看其他类型的游戏， D 就放着吧，等待感觉回来了再去玩。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什么是电子阳痿。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多巴胺排毒以及人为什么会无聊的讨论。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